过年呐，过年呐，虎年吉祥，虎虎生威。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日子里，我也来帮同福客栈算个总账。同福客栈到底赚钱吗？亏了多少又赚了多少？我很好奇。于是我逐秒看完了80集《武林外传》，从赚取和亏损的物品、金额、具体方式、相关人等维度给大家进行一个综合完善的分析。首先确定金钱的换算关系，佟湘玉让老白组建反扒队，每天指标10个，少一个扣1文，1个月下来扣了300文。同福客栈每人月薪2000，这个月而且还保持住，他自己还得搭1000银子，所以1000等于100文，1两等于10千等于1000文。要知道同福客栈亏损了多少钱，就要明确到底亏损了哪些东西和对应的价格，直接出结论。全剧一共产生107次亏损，亏损方式有13种，亏损总金额高达457两9千56文。亲娘的，满地都是亲娘。由于佟湘玉是同福客栈的掌柜，他的剧情和客栈紧密相关，因此佟湘玉的个人亏损也纳入同福客栈的综合统计。次数最多的就是逃单了，80集里足足逃单34次，总计逃掉167人。那么客单价又是多少呢？邱晓东看完同福客栈的账本后说，他们最火的时候呢，每天平均是6000银子。老白幻想着写1万份遗书的大买卖时，秀才吐槽说，定吃饭的人才10几个人，咱们最多算成20人，客单价就等于每人30文。大嘴买菜时问到一个鸡蛋1文钱，目前市场价格是0.85元一个，差不多距离的1文钱等于现在的0.85元，所以同福客栈每人吃顿饭就相当于现在的25块钱。这和你们平时去饭店差不多吗？逃单167人，亏损5两10文，再加上老邢顺走1坛酒价值6000，再貂蝉1壶茉莉花估算14文，小六和老邢顺走4个馒头价值4文，逃单总计亏损5两6028文。虽然逃单的次数多，但毕竟一顿饭也值不了多少钱呀，只占总亏损的1.2%。逃单是指点了菜人跑掉了没付钱。没给钱的，没给钱的。客流量少就是压根没人来吃饭，有时因为厨子不做饭，客人直接被气走；有时是被对面怡红楼恶意竞争空了好多天；有时候是被烟小六的七舅老爷给吓跑；有时候是被高中搅和，客流量少了一大半，歇业一天亏损6000，每吓跑一个人亏损30文。按这个算，因客流量减少产生的亏损达到了26两78文，占到总亏损的5.7%。次数排名第3的就是物品损坏了，郭芙蓉砸坏了家具，撞坏了楼梯，和其他锅碗瓢盆酒坛子一共48两7千，去年48两。活在台词里的娄知县和秀才用茶水泼了董其昌的假话，佟湘玉需要赔偿20两。郭芙蓉做了炮仗砸坏了灶台和一锅饺子，叶小六摔碎了一盘的碗碟，洗破了佟湘玉瑞福祥的衣服，再加上老邢砸的碗，殷13摔碎了青花瓷，谢仲达打碎了2个宋代官窑的花瓶，亏损总计88两5058文，占到总亏损的19.3%。除此之外，佟掌柜还有亏本交易或非必要交易10次，亏损28两8040文。非必要的请客10次，大到大嘴请谢仲达喝的1坛酒值6000，小到老邢价值8文的一个鸡腿，亏损9066文。非必要的赠送行为一共有8次，赠送过牌匾、酒、簪子、糖葫芦、饭碗、铜板以及一大包送给娄知县的礼品，至少折算11两3069文。还有食物浪费和蹭吃蹭喝，话说6次浪费有5次都是因为郭芙蓉和吕秀才，不愧是2口子啊。那人家该怎么办呢？厌了啦。照顾护士娘至少花了3两，老白的到剩余牌少说3到5两，还得是把到剩2个字抹掉的情况下，为了到剩余牌30两的税款重复交了2次，纳税纳过头了，属于是。老邢顺走的紫砂壶估价118文，南宫残花要求吃素，放生了鲫鱼兔子，埋土里浪费了晚饭和大牌，加上没收的鸡蛋和猪油，一共至少3082文。大嘴和秀才每人3天带薪休假，老板佟湘玉亏损40文。郭芙蓉去怡红楼吃饭调查花了10文，穿夜幸福出门取到剩余牌被抓罚银3000，最贵的就是赔偿钱老板250两银子了，直接占全部亏损了一半。虽然最后钱老板还是吐了出来，不过也被衙门当作通缉令的赏银。这波活在台词里的娄知县在大气层。以上的内容就是同福客栈的亏损情况了，各种各样的类型总计亏损457两9千56文啊，累死我了。细心的朋友们应该发现了，我统计的只是亏损，不包含合理的日常支出。合理的日常支出我也整理了出来，主要是人情往来的赠送和答谢，包括送给小北书院先生的书房用品1两9千70文，赎回了衡山派的3把剑估算15两，秀才和无双的5两银子谢礼，和小六当跑堂的2天工资等等。一些小额的损失佟湘玉直接从发放的工钱中扣除了，不会造成长期欠账，因此未计入在内。比如郭芙蓉的医药费、打碎的一个6000的酒坛和大嘴打碎了50文的一罐盐等等。但小郭第1集造成的破坏太严重了，抹掉零头还需要赔偿48两，一共要干20年，实际刚干了不到1年，因此小郭的这笔账我也计算到了整体的亏损中，其他一些特殊情况也不计入在内。比如老邢欠的钱在14集就和佟湘玉结清了，比如51集有5个人逃单但是没有逃成功。我们看一个
再比如很多时候钱都还回来了，也就不存在亏损，亏钱的部分计算完了，同福客栈又赚了多少钱呢？我很好奇，一直日常的经营收入最火的时候是每天6000，我重点统计了整部电视剧里每个人的额外收入，大到包大人给老白的3000两银票，小到佟湘玉按照店规没收展堂赏给小六的一个铜板，额外的收入里老白最多，包大人给了3000两，石头给了老白200两，范大娘给了一锭银子，按照10%分成得1两，还有包大人给的1块碎银子作为小费，一共3202两5000。老白太有钱了，虽然其中的3000两都是要给佟湘玉花的，最后也确实花了1000两给佟湘玉买1000年人参治病。莫小贝的额外收入排在第2，护士娘给小贝买了50两的簪子，钱夫人帮助小贝逃命也给了50两，再加上鸡王争霸赛奖品至少30两。刚才说的只是可以量化的收入，不能量化的就更多了。最猛的就是莫小贝了，地契、房契、开生契，还有5个丫鬟的卖身契。我的妈呀，小贝才是隐藏的土豪啊！而小贝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佟湘玉在保管。所以有没有发现谁才是同福客栈里面的最大赢家？我认为就是佟湘玉和拜展堂了，一个是由朝廷免罪金牌的道圣，一个是拥有方圆50里最大客栈的掌柜，一个掌握着包大人给的巨额银票，一个人直接是衡山派掌门的监护人，太猛了！计算亏钱的时候我还担心同福客栈会不会原地破产，算到赚钱的时候才发现小丑竟是我自己。武林外传公开播出了80集里，各类型亏损达到457两9056文，相当于现在的389262.6元。同福客栈的日常收入最多每天6000。72集佟湘玉说李大嘴干了将近3年，按3年算，客栈总流水657两，相当于现在的558450元。公账的额外收入8048文。客栈的成本主要分为2个部分，3年的工资支出估算25.8两，相当于现在的21930元。客栈的其他经营成本未知。所有人的额外收入总价值3480两1063文，相当于现在2958136元。还有很多无法计算价值的额外收入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最终结论啦。亏损的部分多是为了剧情需要，营造笑点；盈利的部分更是意外之喜，有像玄铁菜刀、关中大侠、免罪金牌这样的无价之宝，也有房契、地契、开生契这样的连城之璧。新年马上就要到了，我在这里给各位观众老爷拜年了，观众老爷们新年好！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也能经常获得意外之喜，生活像武林外传的日常一样欢乐，收入也能财源广进，日进斗金。我是最让上下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